圣经告诉我们，像什么样的人，我们就做什么样的人。今天我们像科学人，就做科学人。请看有神无神科学大 PK 之2。DNA 是生命遗传信息的唯一载体，一切与生命遗传相关的问题，都必须从 DNA 寻找答案。DNA 证明，生命中的2个特质决定了一切生物连微进化都不会发生。生命特质1，各从其类。什么是各从其类？先看这幅图，这是进化论者假想出来的生物进化图。他们想象一切生命都是从一个根进化来的，就是英国最著名的进化论者道金斯所说的，你我都是黑猩猩的堂兄弟，是稍远的猴子的表兄弟，是更远的土豚和海牛的亲戚，还是更远的香蕉、萝卜的亲戚。道金斯说，这副名单要多长有多长。就像这个假想的进化图所显示的，所有的生物都是从一个根进化而来，相互都有亲缘关系，都有共主关系。进化论者过去不知道，现在知道了，却因进化论的束缚，他们也看不明白，人和一切生命都有自己的染色体，是意味着什么？其实很简单， DNA 是信息，不同信息长出不同的生命。人的 DNA 信息长出了人的形体，黑猩猩的 DNA 信息长出了黑猩猩的形体，相互没有丝毫亲缘关系，这就是各从其类。为什么可以各从其类呢？就像计算机用2态码0和1可以组成无数不同序列，传递无数不同信息，编出无数不同软体程序，让无数不同的硬体工作起来。而生命是4态码 ATCG， 可以组成无数不同的编码序列，表达无数不同的生命信息，长出无数不同的生命形体。以人为例， ATCG 编出了第一个人，也就是人类始祖亚当身体中的24条染色体 DNA 的编码序列，每一条的编码数、编码序列要表达的编码信息都是不一样的。例如，某一号染色体的某一段上，编码序列是长出人的心脏的信息，某一段是长出人的肝脏或者眼睛、鼻子、耳朵，或者是性格特长、能力、
记忆等等信息，或者是指令系统的信息。亚当身体中的24条染色体编码序列组合人的基因组信息，这就是人类基因组信息。人的基因组信息长出了我们人的内外形体，长出了我们人的各器官的物质信息和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思维能力、喜怒哀乐、指令系统等等非物质信息。人类基因组就是从亚当开始，一代代遗传给全人类的。亚当长什么样，我们就长什么样，因为我们来自同一个基因组信息。而其他的生命也是如此，每一种生命都有自己的染色体组成的基因组信息，基因组都包含了长出自己内外形体的物质信息，以及表达自己生命特性和指令系统的非物质信息。每一种生命的基因组信息都是从自己的原个体，也就是自己的第一个祖先遗传而来。不同生命的基因组信息从原个体开始，相互毫无关联，生命各从其类，从来没有亲缘关系，没有共主关系。一切生命连微进化都不会发生。总之，生命各从其类，是因为各生命中的染色体编码序列组成的基因组信息各从其类。基因组信息长出的生命必然是各从其类。问题是，谁有权利决定生命各从其类？谁有能力让生命各从其类？当然是创造生命的神。上帝在3500年前的圣经中就告诉人类，生命各从其类。神说，青草、菜蔬、树木各从其类，水中生物、天上飞鸟各从其类，地上活物、牲畜、昆虫、野兽各从其类。神看着是好的，就是好的，这就是权威。神说是，就这样成了，是就这样成了，这就是能力。因为只有上帝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生命的第二个特质是恒定不变。生命恒定不变的原因，是因为长出生命的基因组信息恒定不变。基因组信息能够保持恒定不变，是有3个原因。第一是数码化传递方式，第二是半保留复制方法，第三是微小的 DNA 编码突变率。我们先来看数码化传递方式，
就像计算机是二态码0和1组成序列传递信息，生命信息是4态码 ATCG 组成序列传递信息，它们都是数码化方式传递信息，其特点绝对精准、稳定、保真，这是电脑工程师都可以证实的。在数码化技术随处可见的今天，数码电影、数码电视、数码相机已经深入到千家万户。过去胶卷冲洗照片次数多了，照片模糊不清。现在用数码相机，第一张照片和第100张、100万张甚至更多，都是同样清晰。这就是从始祖亚当到你我，乃至未来，不论多少年多少代，都是同一个基因组信息，都是相同的编码系列，长出的都是同一个内外形体的原因。总之，因数码化方式传递生命信息，绝对精准、稳定、保真，使长出各生命的基因组信息从原个体开始，不论遗传多少代，都能够保持恒定不变。基因组恒定不变，长出的生命就恒定不变。一切生命，连微进化都不会发生。长出生命的基因组信息恒定不变的第二个原因，是半保留复制方法和奇妙的修复功能。复制指的就是把生命中的染色体 DNA 和线粒体 DNA 60亿 DNA 编码复制到人体60万亿的细胞中去。染色体和线粒体中的4个 DNA 编码 ATCG 严格规律配对， A 和 T，T 和 A，G 和 C，C 和 G， 两两相对，不能配错。复制时就像打开的拉链，左右各一半，未保留的左边配一个新的右边，未保留的右边配一个新的左边。新配的一半必须和之前旧的完全相同，就像齿齿相扣的拉链才能吻合，这样就复制出2条完全相同的染色体 DNA。DNA 半保留复制使生命中的染色体和线粒体 DNA 编码序列都能一代代精准相传下去，复制速度十分惊人，每秒钟可复制100对 DNA 编码，复制的准确率也令人称奇，每复制10亿对 DNA 编码，只有1对突变，也就是10亿分之一的突变率，绝对不影响生命的恒定。如果出现不正常突变，
指令系统还预备了错配、切除、重组、易错等修复功能，使染色体和线粒体 DNA 的复制更精准。半保留复制方法和奇妙的修复功能，保证了长出生命体的基因组信息恒定不变，一切生命，连微进化都不会发生。长出生命的基因组信息恒定不变的第三个原因是 DNA 编码微小的突变率。说到突变，是进化论者最不懂又最自以为懂，也最喜欢说的。他们喜欢把突变称为变异，用 DNA 变异、生物变异、基因变异的模糊概念误导人，让人感觉生物不断变异，当然就会进化。事实上， DNA 突变严格讲是 DNA 编码突变，是我们人体身体中的60亿的这样的编码突变，一个 A 改成了 G， 这就叫突变，一个或几个编码的改变。而且编码突变有严格的突变率，不能乱变。以人为例，人的 DNA 编码的突变率是10亿分之一。突变发生在细胞分裂、编码复制的时刻。人体细胞中有60亿 DNA 编码，复制一次只有6个突变。人一生有50次细胞分裂，5、6、300，60亿编码只有300个编码突变，微乎其微，丝毫不影响人类基因组30亿编码整体的恒定性，也就是丝毫不影响你我生命的恒定。我们知道 DNA 编码突变太多，就会产生无法治愈的染色体疾病。没有突变，每个人的编码100%相同，没有差异，人就无法分清彼此，也无法进行 DNA 亲子鉴定。DNA 10亿分之一的突变率，使人与人之间有了1000分之一的差异，既能够分清你我，又没有破坏基因组整体的恒定性，使生命内外形体世世代代保持了恒定不变。这些与 DNA 突变相关的重要信息，进化论者是不会告诉人们的，或许他们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，因为只要知道了这些事实，就知道生物连微进化都不会发生。被定为生物学核心思想之一的进化论就会轰然倒塌。总之，不论是数码化方式传递信息，还是半保留复制方法，不论是奇妙的修复功能，还是严格微小的突变率，都是非物质遗传信息中的
指令系统的功劳。由此看来，97%的编码属于非物质遗传信息，一点也不为过。指令系统被誉为 DNA 的灵魂，更是实至名归。请看有神无神，科学大 PK 之3。